人脸解锁失败。凌晨3点，我听到我放在客厅充电的手机发出了语音提示，我浑身汗毛瞬间竖起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有一个习惯，睡前手机充电一定是放在客厅里。人脸解锁失败，我又一次听到了这个提示。为了更好地照顾80岁高龄并且有轻微老年痴呆的外婆，我的门一直是虚掩着的。开始，我以为我的手机出现故障了，但很快我就发现不是，因为我听到了人的喘息声，很轻，就那么一下。但我的耳朵还是清楚地捕捉到了。此刻，我心跳得很快，冷汗从我后背缓缓渗出。一个念头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浮现：有人进入了我的家中，会是谁？贼吗？还是什么入室抢劫犯？不管是哪个，我都希望他能知难而退。家里根本没多少现金，所有的钱都在我的电子银行里，但很显然，他还在试图解锁我的手机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悄悄地扒在门边，探出头。这一瞬间，我瞪大了双眼，我看到一个很高的女人站在我放手机的桌子前，她探着头，弯着腰，身体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弧度，伸长脖子，而我的手机不断地发出人脸解锁失败的提示。我紧张的冷汗都出来了。她的头发很长，像杂草一样胡乱地堆在肩膀上，似乎很长时间都没有梳理过了。我家房子的门锁是防盗锁，走廊上没有监控，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。这个女人到底是如何进来的？这时，我看到了厕所的门晃了一下，我感到了微弱的风。很显然，厕所的窗户没关。我们住的地方，厕所的窗户对着外面的公用通道。那女人是从厕所爬进来的。外婆的房间就在我隔壁，我心里拼命祈祷着外婆不要起夜上厕所，但是我的祈祷并没有生效。我听到了外婆下床的声音，女人伸着的脖子一下子缩了回来，她猛地扭过了头。我躲在门后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女人手里握着的是一把尖锐的刀。我是个平凡的记者，外婆又已经80岁了，我们根本打不过那个身强力壮的女人，而我的手机偏偏还在那女人面前。隔壁的门开了，我听到了外婆蹒跚的脚步声。漆黑中，她的视线不太好，很显然，她看到了那个女人，但她以为那是我。小右，你怎么大晚上穿着外面的鞋子啊？你刚下班回来吗？我听到了外婆的声音，我心里疯狂大喊着：外婆，那不是我，不要靠近她！外婆，快点回去！那女人动了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听到了脚步声。外婆终于意识到了那人不是我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家房子里？外婆虽然有老年痴呆，但犯病的时间不固定，她有时候是清醒的。这一刻，她显然非常清醒。我焦急地死攥紧拳头。外婆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那女人是拿着刀的，我必须立刻出去救外婆。但同时，我却发现自己懦弱的竟然迈不动脚步。强烈的恐惧让我只能缩在门后面。我外婆还在大声询问那女人是谁，但紧接着，她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就这么一下，外面死一片的寂静，我的心脏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。这时，我听到了外婆闷哼了一声，我的眼泪从眼里喷涌而出，我肩膀颤抖不已，紧紧地捂住嘴巴。我知道外婆被他杀害了。我蹲在地上，屏住呼吸，不要发现我，不要发现我。我不断地祈祷着，但上帝没有听见。我感觉到了门外传来了呼吸声，我抬头看见那女人的头从门缝里探了进来，她咧嘴笑着看着我，眼睛瞪得极为夸张，我能看见她眼里的红血丝如同蛛网一般。我惊恐地尖叫起来，女人朝我扑了过来，我感受到了一阵尖锐的疼痛。下一刻，我失去了意识，我猛地惊醒过来，桌上的闹钟刚好走向了3点。刚刚的一切难道是梦境？正当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客厅传来了那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：人脸解锁失败。